其实我族自古以来都有个规定，凡是想进入芦花鼓楼之人，都必须先经历先祖设下的试炼。只有通过试炼之人，才有资格由领路人带着进入鼓楼。好，我参加。我也参加。母亲，请用茶。母亲，您今天为什么要向他们提起试炼啊？您明知道我不是领路人，万一他们通过了，我却没法领路，这要怎么收场？这件事情，你不必插手，我自有分寸。可是试炼九死一生，万一他们中有人死在了里面，不是白白送命吗？你是在同情他们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同情他们，只是陈述事实。我不管你是在干什么，我再说一遍，曹彦兵今天的行为，已经足以证明，他为了领路人，是很有可能做出伤害我们凌风街和踏风族的事。在我看来，他和石火王没有任何区别，这一点你必须记住。况且，我也并没有骗他们，想要进入鼓楼就必须经历试炼，不管我们有没有领路人，这都是他们必须经受的考验，明白吗？明天的试炼由你来主持，你赶紧好好准备一下吧。是。曹彦兵今天的行为已经足以证明，他为了领路人，是很有可能做出伤害我们凌风街和踏风族的事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。我真情实感的关心你，你说我假惺惺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不来这儿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坐在这儿。嗨，你就那么没事做吗？有啊，我是专程来向你道歉的。昨天是我说话太难听了，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不用跟我套近乎，你们既然答应了试炼，便各凭本事吧。放心，既然答应了的事，我们就一定会做到。不过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既往不咎，为我们领路。一言为定。干嘛？击掌为盟，小孩子吗？等等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之所以一定要进鼓楼，是因为我母亲在里面。10年前进入鼓楼那批人里，就有她一个。所以不管鼓楼到底有多凶险，我都一定要进去把她给救出来。这种心情你是能理解的吧？请你答应我，如果我们通过试炼，你就一定为我们领路，好吗？母亲答应你，不代表我答应你。我话就摆在这儿，就算你们通过了试炼，我也绝不会给你们领路。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北洛，
小玲，让你去跟颜如福道歉，怎么样了？他的态度极其恶劣，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你说这个人他是吃什么枪药长大的吗？怎么好说歹说都不听呢？我看你也没少吃。与其这样，不如等试炼结束之后再说吧，说不定其中有什么隐情呢。其实不用等试炼结束，今天他约了我比试，等我们比试完，我再拉他聊聊。要不你故意输给他卖个人情吧？不可能，谁还不要面子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他这个人怎么也……哎，美洛，是他让我去和人家打好关系的，怎么那么双标呢？故意搞好关系跟故意输给他是两码事情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美洛，去干嘛呀？带我一个吧。在这儿。老板，来2壶酒。哎，来喽！来，刘哥，谢谢。啊，老板刘部，劳驾问一下，严天岳将军你应该认识吧？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买酒是什么时候？啊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曾经他经常带我来这里喝酒的，还教我鲜花饼泡酒的吃法，说只有您这儿的酒才最对他的胃口。哎，前任的严将军呢，已经好几年都没来了，听说是得了重病，连下床都困难，不然也不会交给林玉将军来管事儿啊。不过说到咱们林玉将军呢，那真是了不得呀！这几年又是组建卫队，又是研发赤玉，这整条街面貌一新呐。咱们不仅有了钱，还再也不怕那些恶灵了。这早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！天岳将军应该也能放心了。啊，二位慢用啊，多谢。看来天岳兄是真的病了。雷洛，你说的这个严天岳是什么人啊？他很厉害吗？你有所不知，之前我向严灵玉要求见天岳兄，但是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似乎就是不想让我见他。我觉得其中有蹊跷，所以特地来打听一下。至于天岳兄这个人，其实他一点都不厉害，甚至是我见过资质最差的镇魂将。他的口味也很奇怪，他喜欢的鲜花饼泡酒，我虽然只吃过一次，但是我敢保证，这世上除了他之外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喜欢这种吃法。那这个人听起来不像是能和你们司令做朋友的人呢。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，明明自己没有什么力量，却还要拼死保护一方？他就是那样的人。所以啊，你以后也不要说颜若甫不行，他守护灵峰街的心绝对不会比你守护罗刹街来的少。到底什么情况？颜若甫真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？昨天晚上我看错了？
喂，开始吧。我可不会让着你。我也一样。等一下，认输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赢吗？因为我昨天看了你练功。那又怎么样？所以我就打起12分精神，苦练了一整夜呢。若甫，我承认，我之前对你关心确实是有你是领路人的成分，但是从昨晚到现在，我不是把你当做领路人，而是把你当做真真正正的对手。少说这些好听的，从来不被人正视，不管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的感觉，根本就不会理解。我是了解的，要不然我说给你听听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，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我以前在人界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学的是建筑专业。在我们这个专业里，我需要很努力、很认真，才会被认为不属男生。刚开始实习，被分到的也基本都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。领导也觉得女生不吃苦，让我回家嫁人算了。后来来了镇魂街，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我虽然有守护元神，但我自己的力量很弱。远远不如曹彦斌他们。曹彦斌也觉得我是个拖油瓶，根本就不想带着我。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这样？但是现在你看，我们已经可以成为并肩作战的队友了。人各有所长，我知道我有弱点，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。他也有他的弱点，也愿意接受我的帮助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强者。而想要变强，就要正视自己的弱点，接受自己。所以，守护元神的事情，让我帮忙吧。你真的有办法吗？办法是人想的，我们一起想吧。所以你从小就没有唤出过守护元神？是，也正是因为这个，我一直得不到母亲和族人的信任和认可。李轩辕，
主人，找在下何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：一个祭神人想要召唤出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守护元神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这个，通常需要知道守护元神是什么。守护元神分为人、魔、神、兽不同五行，每一种都有相对应的唤出方式。如果不知道守护元神为何类，很难对症下药。那有没有什么通用的方法，简单粗暴的那种？除非祭神人处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激发守护元神对主人的保护。对呀，那个时候你被我锁在身体里，我就是这样把你唤出来的。那天我正在过马路，突然冲过来一辆车，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，没想到你突然出现，直接把车掀翻了。这其实也是一种特殊情况，通常我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，因为一旦失败，就会很危险。若佛，李学员，救人！这个就是你的守护元神吗？是，我确定是他。刚才我眼见就要到崖底，就快没命了，突然身体一轻，再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背后就长出了一双翅膀。太好了！神兽捉影，倒是极为罕见的守护元神。你认识他的守护元神？他的守护元神叫捉影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神兽。古籍记载，喜静雾斗，深藏山林，睡眠时间很长。它的羽毛十分金贵，可以用来画梦。只不过，没有什么战斗力。若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就回去。哦，你饿不饿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上次你还没吃全呢。那个，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行吗？你确定吗？拜托了。好。可是我事先声明啊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画，如果画的不好，你可不能怪我。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我保证。好。周颖，夏琳，夏琳，你还好吧？我可太好了，若佛，你就是我的女神，就是那一次画嘛，真的太好了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冷静。我冷静，我冷静。若佛，我从现在开始正式宣布，你的守护元神就是整个镇魂街里最牛的。
厉害什么呀？明明没什么用。我说真的呢，别的守护元神只会打架，但你的守护元神不一样，你的守护元神能让人美梦成真，简直就是镇魂街的活菩萨。谢谢。啊？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说，除了刚才那样的梦，就是你有没有别的真正想实现的梦想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再见见我爸爸。他已经去世了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特别忙，我很少能见到他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还是在10多年前的时候。我后来知道，他其实是一名镇魂将。我收拾他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他临死前调查的事件跟芦花鼓楼有关。我想他的死一定不简单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想进芦花鼓楼的原因。我一定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，告诉大家，我爸绝不是一个懦夫。可是，我是说，如果你通不过试炼，可是会死在里面的。没事，就算我一个人通不过，不是还有曹元兵跟北洛吗？他们一定可以的。哎，对了，曹元兵的妈妈你是不是见过呀？差不多在10年前，她也来过灵峰街。她的妈妈叫唐笑笑。唐笑笑？有印象吗？那个时候你应该也有10来岁了。没有，记不太清了。风札，姑姑，练功呢？姑姑，你平时几乎每晚都来，怎么最近几日都不请你来啊？是不是灵峰街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呗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为你出谋划策了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来，今天给你带的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快吃吧。好吃吗？对了，姑姑，我姐她有消息了吗？风札，你基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向我问一次巧巧。你应该知道，她已经失踪快10年了，怕是有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。不会的，姑姑，姐姐一定还活着。当年，姐姐是带人领路去了鼓楼才失踪的，我还被困在鼓楼里了呢。10年了，鼓楼又要出现了。也许我有机会把她救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姑姑，你就让我出去吧，我一定能救姐姐回来的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才可以？你之前说过，我15岁的时候就能出去了，现在我都长这么大。风札，你父亲是镇魂将，你对我们灵峰街是有责任的呀。我知道。所以我现在每日都刻苦练习呢，希望早日能驾驭自己身体里的力量。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，我现在每天都对着山顶练吐纳，声音能传得好远。声音传很远啊？那会有人发现你吗？我，风札，跟姑姑说实话。今天有个女孩在山顶喊话，我也喊了一声，她好像听见了，还从山顶向我喊话呢。喊话，那就是已经发现你了。你别担心，姑姑，我只回了她一声。她问山下有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没理她了。女孩，
凤札，你现在元神力练得如何？如果离开这个锁神石镇着的山洞，你能控制住元神力多久？差不多3天吧。3天够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，我们立刻离开这儿。为什么突然要走啊？是因为那女孩吗？哎呀，姑姑敢保证她没有发现我。不行，不能心存侥幸，特别是这几天时间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。最近怎么了？林凤姐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别多问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边走边说。凤札，这几日你就先在这住着，等姑姑解决了那3个人之后，就立刻来接你，啊？我明白。您刚才在路上都说了，如花鼓楼出现在即，有3个坏人要把我找出来给他们领路，让他们做梦去吧。姑姑，你就让我出去吧，我帮你好好教训他们。不行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们就是来找领路人的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跑出去，岂不是正中下怀？他们这帮人实力很强，倘若真的把你给带走了，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？你也知道，你父亲和我对你寄予厚望，就等着哪一天，你能够彻底的控制那只凶兽的力量，站出来守护好凌风街，扭转凌风街的弱势。知道了，姑姑，我不出去就是了。姑姑，飞莲是我的守护元神，能不能别叫他凶手凶手的？还有，他现在被关在哪儿？他还好吗？我想见见他。凭我现在的实力，我能控制得了他了。我想试试看。你真的有信心能够控制他吗？试一试总没问题吧？你放心，飞莲她很好。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有信心能够彻底控制好飞莲的时候，姑姑就一定带你去见她。好了，你最近就在这里待着，其他都不用操心，听话啊。那姑姑就先走了，这几天好好照顾自己，过2天就来接你。好，你们来抓我呀！你们来抓我呀！是你，2个纸老虎！来抓我呀！你来呀！慢点，娘儿，慢点。我来了！哎呀，小心点。我快撵上去了，堵住他！纸老虎，来抓我呀！跟他回去吧啊！这雨越下越大了。我还要再玩一会儿。一会儿淋到要生病的。好吧，回去了。咱们回去接着玩啊。我要吃了你！你们小心点。我还要吃了你！
哎呦，你们慢点，别摔着了哈。母亲，明日的试炼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先祖的画卷，我已经取来了。母亲，我能和您商量件事儿吗？说。明天的试炼，能不能取消啊？为什么？母亲，我不明白。为什么不能告诉曹彦斌他们3人真相呢？告诉他们目前临风街已经没有领路人了。我觉得曹彦斌他们跟石火王不一样，未必会为难我们。何必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什么试炼？未必会为难我们。你凭什么那么说？因为他们进鼓楼都并非是为了一己私欲，而是为了各自的亲人，尤其曹彦斌。曹彦斌这次进鼓楼要寻找的母亲就是唐笑笑。当年唐笑笑在恶灵手中救过我，也救过其他踏风族人。所以呢？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母亲，10年前唐笑笑救过我，也帮过我们临风街，这件事您能忘，我不能。这件事情，我自然是记得。10年前，我们踏风族被几个高等级的恶灵所侵犯，当时我们的族人根本敌不过，是被唐笑笑一行人所救下来的。既然您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为难他儿子？我们踏风族一直以来都是实力孱弱，所以必须得行事谨慎。我岂止记得10年前的那次入侵，我甚至能记得每一次入侵，特别是5年前的那次，我们踏风族差一点就被灭族了。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不想让我们再重蹈覆辙。母亲，我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！凭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件事情你用得着问我吗？当年就是因为唐笑笑帮了我们，你舅舅才派巧巧替他们一行人领路，结果呢，巧巧一去不返。我们欠唐笑笑的人情早就已经还清了，他儿子又与我何干呢？而你稀里糊涂、优柔寡断，几个外来人在你耳边说几句好听的，你就彻底昏了头。你置全族的安危于何地？你担当得起大家叫你一声少将军吗？母亲，您说的对，我是糊涂了，没有将全族的安危放在第一位。可我也不是完全糊涂的，至少我知道曹彦斌他们刚刚才帮助过我们，这是事实。可母亲，您觉得只要告诉了他们真相，他们就会对林峰街不利，那才是臆测。闭嘴！你简直就是冥顽不灵，不可救药！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给我跪一宿，明天早上起来直接主持试炼。跪就跪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将军，您不会真让少将军在里边跪一夜吧？人心难测。自古以来，每一个想要进入鼓楼的人，哪个不是无所不用其极？不然，
先祖为什么会设下这个试炼呢？倘若他今日不跪，省下了这一番苦，日后必定得用10倍的血泪才能偿还。哎，将军，将军。 天就快亮了。今日诸位自愿参加我族试炼，默认签下生死状，生死自负，与我临风街无关。你们面前这幅画卷上面所绘，乃为前往鼓楼前必须穿过的古老森林空神之森。诸位仅需用手触碰画卷，便可进入其中接受试炼。你们将被暂封元神力，也不得使用守护元神。一旦失败，便会永困其中，不得再出。你们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如果要放弃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大早跑来听你讲那么多的话了。感谢你的忠告，我们会通过给你看的。走。这里应该就是空神之森了。管他什么幻境呢，就当提前领教一下这空神之森的滋味。什么声音啊？试炼这就开始了？这是什么？还来！我去，干嘛呀？怎么还来呀？
好可爱的兔。跑！怎么办？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还怎么通过试炼？大家分头跑，大家分别说话。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不管了，分头跑。裴洛，你3天不洗头，小心变成油腻中年男。这样下去，你不会再有朋友的。曹彦兵，你睡觉磨牙打呼噜，说了你也不听，听了你也没改，这个样子怎么可能等得到女朋友？曹彦兵说是你打呼噜啊。我没说过。说过了，我听他吐槽的。没说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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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说过。你看他说了，我听到了。厉害呀你！那不是神功吗？也是厉害吧你？啊！对。走。刚才谁说油腻中年男？他。哎，不是我啊，你非常的帅气，帅气又清楚。我刚才听说你睡觉磨牙打呼噜啊？啊，我吗？不是我吧？啊，他说的。哼，可笑。又有人来陪我了。欢迎来到试炼第2关，快来啊！长得还挺好看。会玩花牌吗？不会。没事儿，我教你。这副牌一共有16张，分别为梅、蓝、竹、菊各4张。梅代表4，蓝代表3，竹代表2，菊代表1。你们就用它陪我玩个游戏吧。怎么玩？你抽2张，我抽2张，牌面相加，比大小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比完呢？赢的人就走喽。那是输了呢。输的人，那就永远留下来陪我。还要考虑多久呀？这结界可是有时间限制的。比就比，我先来。行。麻烦快点，我可都抽完了。翻牌吧。运气不错，走吧。
大叔，别想了，过来。那就怎么快怎么来。爽快。直接翻牌吧。 你赢了，你也走吧。到我了，请。 我们用过的牌都消失了，那现在桌上只有8张牌，反倒说曹云边的胜率很低。除非他可以抽到梅。结界大门都快关闭了，赶紧去把它顶住，不然等我比完了，咱们3个都出不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老子抽的是梅，稳赢。走。 结界之门要关了。这抽1张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是啊。 菲洛，你刚才都抽到了什么？我刚才抽到1张梅，1张蓝，他是1张梅，1张竹。你一局就抽到2张梅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那一局也抽掉2张梅，一共就只有4张梅，他怎么可能会抽到梅呢？他是在骗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先走。我看就不用比了吧，我抽到的是2张蓝，你怎么都会比我小。别着急啊，我还没抽完呢，那就还没结束。其实，你刚刚撒谎，现在桌面上已经没有梅花了，所以你手里的也不可能是梅花。现在蓝最大。 我已经赢了。其实，你刚刚撒的谎，那2个人随便对一下就能识破，但我看他们到现在还没回，我看就是他们故意装傻，然后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这人嘛，自私也是很正常的，你别难过啊，以后有我陪你。 我既然让他们俩走，就根本没想让他们回来。我还有1张牌没抽呢，万一你在撒谎，你手里拿的根本就不是2张蓝，那我就还有胜算。
痴，你觉得自己很帅吗？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你问我们，我们还要问你呢。你竟然敢骗我们！我们两个哪儿也不去，看着你抽。对，走不了就打。好，那我就抽这张。你们赢了，走吧。这关试炼就是为了测试你们，在生死抉择面前会不会丢下同伴。带你们走出结界，会看到一本古籍，只要伸手就能获得印记，那代表被我们踏风族的祖先认可。嗯。多谢。谢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一定稳赢吧。稳什么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自作主张，我跟北洛绝对饶不了你。哎，知道，你们两个打人很痛的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些人能走出试炼吗？女儿不知。若甫，你明白我们先祖为什么会设下这个试炼吗？不是为了挑选有资格被带领着前往鼓楼的人吗？是用我们踏风族人的血封住这个画卷，这样接受试炼的这些人就将永远困在里面。你要杀了他们？母亲，这是……若甫，要保护凌风街，就只能封印他们。若甫，你到底想不想当镇魂将？当然，身在镇魂街，谁不想当镇魂将？那好，既然你想当镇魂将，那就千万不能优柔寡断，一切都要以保护凌风街为先。我自己来。好了，事情已了，你赶紧把手包扎一下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什么情况？试炼结束了？不是说通过试炼会有什么印记吗？我怎么没有啊？我也没有。这院子不对劲儿，这里应该是……姐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彩儿姐，等等我！你快点！等等我，彩儿姐！怎么了？若甫，再给我挑一遍那次的剑法呗。好，你坐那儿。你说他是小颜若芙？对。姐姐好厉害呀！那什么情况？我们穿越了？姐姐好棒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他们应该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。行吧，看样子我们又是进了另一重幻境。另一重幻境，试炼不是结束了吗？不知道，先看看吧。桃儿姐好厉害呀！这算什么？等真的遇上了恶灵啊，这些都是花架子。你这花架子比我全力以赴的要强，我连守护元神都换不出来。等你长大些不就出来了？急什么？对了，小雅姐，前阵子听说族人被攻击了，并没有查出是谁干的。你这次和舅舅出去就是去忙这件事啊？算是吧。哎，那坏人被抓住了吗？你快给我讲讲。若甫啊，我今天要出去一整天，你进房间里给我拿点好吃的，我们带到路上吃，好吗？好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。两个都跑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跟上没？这是哪儿？这个若芙跟着的乔乔姐是谁？我们在凌风街应该没有见过她吧？当年，我听天月兄在喝醉酒的时候提起过，他有个女儿叫乔乔，还说跟我一样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的女儿？不清楚，后来再问他，他就不愿意说了。若芙，我让你不要跟过来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回去！乔姐，我让你回去！我只想跟你玩。今天来我盼了很久的。若芙，你先回去，我晚点来找你好吗？谁呀？
谁在外面？姐，屋里有人，是谁啊？若甫，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人是谁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今天看到的事不可以跟任何人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姐姐，真的是你！姐姐，他是谁？他在这里不安全。风渣，你别怕，这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若甫表姐姑姑的女儿。风渣，这是风渣，我弟弟。他就是风渣，不是说他从小体弱多病，不见外人吗？怎么会被锁在这里？风渣他不是病了，只是体内住了一个力量强大的凶兽，强大到还没有觉醒，风渣就控制不住他了。父亲把他关在这儿，也是为了保护族人。保护族人？难道最近攻击族人的事儿就是他干的？那是个意外。风渣他从来不会主动伤害别人，只是之前没有控制住自己。其实那只凶兽是风渣的守护元神，只要风渣能控制得住它，一切就都好了。没事，我连守护元神都唤不出呢，和你差不多。哦对，一起吃吗，风渣？坐下吃。坐。严巧巧是严天月的女儿，那这个风渣，岂不就是严天月的儿子？你那老朋友有跟你说过他有这样一个儿子吗？没有。看来严天月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嘛。这个凌风街，秘密也是不少。你当心啊！巧姐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明天好不好？我喜欢风渣弟弟。若甫啊，你还记得那个寄生人唐笑笑吗？怎么能不记得？他还救过我和母亲呢。对，他不仅救了你和姑姑，他还是父亲的故交。他们那群人此次来到凌风街，是为了芦花鼓楼。父亲让我明天去给他们领路。芦花鼓楼？我听族里长老说过鼓楼的传说，听说那里有一个可怕的神明，听起来很危险，你千万要远离他。若甫，你答应我，万一我回不来，你常来看看风渣好吗？你为什么会回不来？没有，姐姐说错了，我说的是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常来看看他。这没问题，我每天都会给风渣弟弟送吃的，我们一起等你回来。就目前看来，当年带着老妈他们进如花鼓楼的，就是严巧巧。当年听天月兄的意思，是严巧巧很有可能没有回来。根据现在的情况看，严巧巧应该是知道自己似乎是回不来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清楚，曹元兵的妈妈是被困在了鼓楼，那严巧巧呢？又去了哪儿？想明白这个之前，我们得先确定看到的是不是真的。你们不觉得在这个试炼里面能看到这些，很奇怪吗？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剧情应该是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天了。我们跟去看看吧。回事务，走。
准备好了吗？你先翻牌。该你了，你是什么牌？我输了。这个小黄鸭送给你。你不喜欢吗？那你想要什么啊？我想让你带姐姐来看我。姐姐什么时候回来？乖，听话。乔乔姐带人去空神之森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说是很快，这都去了10几天了。快说，明天想要什么，我买给你好不好？我就想早点控制住自己身体里的力量，能到外面看看，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都能自己去买。那这样吧，以后我每天都来找你，我们就一起练功。你早点控制住力量，我早点召唤出守护元神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等姐姐回来了，我们给她个惊喜。说好啦，拉钩！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姐姐吃这个。他们要是知道严巧巧再也回不来了，该有多失望，多难过啊！文章，你不会练了一宿吧？我没事儿。你休息一下吧，我们明天再练。你不急，我急。我姐1年都没有音讯了，我是再不去找她，谁管她死活？可咱们贸然去救她能行吗？可咱力量不够不说，万一在半路上控制……你想说，万一我在半路上控制不住体内的力量，伤人了怎么办？对吧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说的对，都怪我没用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出生的，这样就不会害死我妈妈了，林凤姐也就少了一个祸害。哎呀，你扯哪儿去了？我都说没这个意思了。我们再等等吧。凤章，凤章，你怎么了？凤章，哎，凤章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走就走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去看看。凤扎体内的凶兽好像彻底苏醒了，宋神烈已经奈何不了他了。凤扎，凤扎，你这是？凤扎可是你的儿子啊！我不仅是他的爹，我还是灵符阶的镇魂将。不行，兄长，凤扎是我们族内现在唯一的一个领路人了。领路人可是神的旨意啊，不能杀，不能杀呀，兄长！不要！若芙，求求你放过凤扎！李玉，快把若芙带回去，快走！快走！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关于凌风街过去的事儿？果然，最后我们看到的，
根本就不是什么古籍，对吧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卓颖，我要你从此刻开始，按照我心中所想画面，重绘古迹。是，那些都是我的回忆，也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。这就对了，难怪每一段都有你。若甫，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？是啊，想做什么不妨直说。还能有什么事？他兜了那么大一圈子，费尽心思，不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严风渣才是真的领路人吗？不错，风渣才是真正的领路人。不对呀，你不也是领路人吗？我是假的。无耻！枉我们每天跟在你屁股后面低三下四的求你，结果你是骗我们的。难怪你不肯为我们领路，原来你根本就是个冒牌货！哎，曹彦兵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别着急。若甫，那我问你，你都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们实情呢？还能是什么呀？不就是怕我们通过了试炼，变本加厉的缠着你呗？最初我是为了骗过石火王，才谎称自己是领路人。那之后呢？之后不是存心？曹彦兵，若甫要是怕我们纠缠，他直接躲开就好了，没必要告诉我们真相。若甫愿意告诉我们真相，还是真心待我们的。好。不管是因为什么，你现在愿意跟我们说实话，我就还当你是朋友。说回严风渣，他是什么情况？当年我在被拖走前，都还在恳求舅舅不要动手。那他到底有没有动手呢？严风渣是死是活呢？后来我被带回将军府，母亲告诉我，风渣失控到挣脱锁链。舅舅只能亲手杀了他。一个父亲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？我让你们看我的回忆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林凤妾现在已经没有领路人了。之前瞒你们，是我不对，对不住。但你们想要的，我们真的给不了，所以请你们还是离开林凤妾吧。曹彦兵去哪儿？严若甫瞒我们，我勉强当他不得已，但严灵玉分别就是存心。这个试炼是他提的，让女儿领路也是他答应的。严若甫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严灵玉，我一定要去找他算账。别！曹彦兵，曹彦兵，若甫，你跟我们说这些，严将军知道吗？下来。梅长老那边怎么样了？梅长老昨日醒过一次，但先前在石火王那儿吃了不少苦头，再加上受惊过度，还没有彻底的恢复清醒。不急，今日心头大患已除，一会儿
我去看看他，你顺便去阁楼上找几味珍贵的药材，一会儿带给梅长老。是。严凌玉，曹彦兵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冷静一点。我现在非常冷静。曹兄弟，找我何事啊？说吧，真正的领路人在哪儿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严若甫在试炼里面让我们亲眼看见，他根本就不是领路人，真正的领路人叫严风渣。原来你着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啊。既然若甫已经将一切都告诉你了，想必他应该也和你说了，我侄子早就在多年前已经去世了。他那是听你说的，你空口白牙，我凭什么信？那我请问你，如果我凌风街还有真的领路人的话，为什么我还要让我的女儿来冒充呢？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实话？曹彦兵。严将军，我们自问无愧于凌风街，但你如此行事，实在不妥。既然你欺骗在先，我们不敢再信。这件事，我们必须当面问天岳兄。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，我兄长他久病不起，实在是没有。我不管，你们家的事从头到尾全凭你一个人一张嘴。我要见严天岳。那好，既然你执意要见的话，那就请跟我来吧。但是，都请做好心理准备。将军，你冒冒失失的干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找我？几位长老送了些药材来，入库前想请将军过目。去御史堂，看好少将军。下去吧。兄长已经病了4、5年了，期间就一直住在这里。一会儿你们进去之后，切记一定要小声一点。将军。跟我来吧。乖，乖呀，睡吧，睡吧，乖。天岳兄，嘘，别生爹的气了啊！都是爹不好，咱们吃点东西好不好啊？乖孩子，以后爹再也不凶你了，再也不打你了，咱们就吃一口啊！天岳兄，是我。北洛师门，都是因为你们吵，害得我的孩子都不吃饭了。
知道了，你们都是恶灵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抱歉各位，我兄长这样已经很多年了。夏灵，叫李轩辕，看看天越将军的病还能不能治。他已经吃了李轩辕给的丹药，但是是否能治愈，还不一定。你说不一定，那就是还有可能。李轩辕说可能性很小，而且就算治疗的话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其实兄长的病根在于风渣，巧巧寻找鼓楼，下落不明，儿子又被他亲手给杀死。试问天底下，哪位父亲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还能不疯的吗？所以，这就是你一直不让我见他的原因。贝洛大哥，将心比心，如果你是我的兄长，你会愿意让自己的兄弟看到他今天变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吗？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严将军，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，严风渣已经死了，凌风街根本没有领路人，你为什么不直说呢？还让若甫假扮？你知不知道曹彦兵为了消灭石火王，差点丢了半条命？曹兄弟，一切错谬都在我。凌风街不够强大，若甫一时之慌，让你们大家都有了误解。我只是觉得曹兄弟血气方刚，弥坚不摧。我很担心他一旦知道真相之后，知道寻找鼓楼无望，就会一怒之下拿凌风街开刀。严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认为曹彦兵和石火王是同样一种人吗？我当然希望他不是了。曹兄弟帮我们解决了石火王的恩情，我定将重金酬谢。但是至于其他，有些事情终非人力可及。这世间亦不能事事如意，还希望曹兄弟能够想开一些，不要太强求。不可能！装模作样的女人，曹彦斌，他一定是在骗你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不要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你说严风渣死了是吧？威胁他。那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塌风族的尊严，岂能容你如此践踏？践踏了又如何？你闭嘴！曹彦兵。总之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给我等着。凌雨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曹彦兵的反应有点大，但他的心情应该可以理解，你别怪他。反应有点大。你要知道，你兄弟在我眼里面和石火王没有什么差别。我只是怕，我们凌风街马上就要遭殃了，这可是我兄长舍命保护的地方。不会的，曹彦兵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确定吗？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做出伤害凌风街的事。严若甫，将军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母亲，别叫我母亲，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将军，
曹彦斌他们3人通过了试炼，所以我放他们出来。我不是真正的领路人，所以我想办法说明真相。我做错了什么？反倒是你，故意欺瞒在先，借试炼杀人在后，连北洛前辈这样的故交，曹彦斌这样的恩人之子都不肯放过，是非不分，恩将仇报。我们俩到底谁做错？好，很好。既然我在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是母亲，你把我当成仇人来看待。既然这样，那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，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。你让他们在试炼里面亲眼看见了风渣才是真的领路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已经召唤出了守护元神，他的能力就是幻梦。你现在能召唤守护元神了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一个只会画梦、战斗力为0的守护元神，告诉你，你也不会有兴趣。那也未必，你可以将它唤出来，我看看。你想看？你叫吧。卓颖。这就是你背叛我，背叛我们塔风族的下场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底没有用的废物了。你给我滚出灵风街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！好，这样的灵风街不待也罢。我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让你满意过，但对于我而言，你也一样的令人失望。风渣他真的死了吗？滚！少将军，将军，少将军他需不需要我去追他回来？不必了，你让他走吧。之后的灵风街估计也不会太平了。朗达，有件事情，我需要你立刻去办。你为什么要走？他骗了你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回去，立刻回去！你闭嘴！如果你现在1秒钟就能心平气和，我立刻闭嘴。可问题是你做得到吗？我警告你，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赶紧滚出我的身体！你这么说就太令人伤心了。我们之前分明已经见过了2次，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？你放屁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。第1次，我帮你杀了镇狱童子；第2次，我助你干掉了石火王；而这一次，我被你心中的怒火唤醒，准备再次助你一臂之力。镇狱童子，石火王，我不介意再说一次，我就是你，所以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愤怒、着急。不如我给你个建议，想让一个人付出代价，必须摧毁他最看重的东西。你看看这灵风街，
如此不堪一击，要是一朝毁于火海，颜灵玉一定会痛心不已，乖乖就范。怎么样？要唤出我的力量吗？能让这里1秒变成地狱的力量？方法我告诉过你，杀心。欢迎你随时唤我出来，记住方法，杀心。是你，我的模型。你终于想起我了，这样我们的谈话就容易多了。你当真相信领路人已经死了吗？我当然不信。只有一个人想要极力掩盖什么的时候，才会做出很多多余的动作，就好比颜灵玉。很好，你的智商果然在线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毁了临风街。滚开！我要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。你可要想清楚，你的母亲现在就在芦花鼓楼里等你，让我帮你，怎么样？老妈。曹彦兵，跑那么远追过来干什么？我怕你不冷静，做出什么冲动的事。老妈现在在鼓楼生死未卜，颜灵玉满嘴谎话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好，如果颜灵玉在撒谎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赶快回去找线索，努力把严风渣找出来。你在这里生气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夏玲，你搞清楚，这里是临风街，这是人家的地盘。今天要不是颜若芙，我们可能到离开临风街都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用点手段，逼他们说出实话。什么叫用点手段？你想用什么手段？那就要看颜灵玉在乎什么。他要是在乎人，我就抓人；他要是在乎街，你想怎样？炸街？曹彦兵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伤及无辜的踏风族人？只要能找到严风渣，我不管用什么手段。亏我还跟颜灵玉保证，你不会伤害无辜的踏风族人。看来我看你是看错了。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天月兄守护的地方，你敢动这里1分1毫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北落师门，你好样的！那严天月是你兄弟，我不是。我要找领路人，你不用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还救不救水儿了？我当然想救，但绝对不能伤及无辜。曹彦兵，醒醒吧，你这是在误入歧途。我不管正途还是歧途，但有些事情不可为。看来你对雪儿的爱也不过如此吗？曹彦兵，北落师门，你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想动临风街，先答应我。要打架是吧？老子不美。你们冷静一点，不要再打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是北洛呀！放下石莲阎罗！我数3声，你给我让开！你要杀我？就是现在，动杀心吧，然后你立刻就能召唤出我的力量。我让你让开！你冷静一点。好，我走，鼓楼你自己去。但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伤凌风街1人性命，我
我此生都不会放过你。让他走，阻了你施展拳脚的人，不要也罢。曹彦兵，我劝你冷静一点。如果你炸了凌风街，就跟石火王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好好想想吧。走吧，曹彦兵，你要记住，强者之路从来没有朋友。现在我们去临风街最热闹的广场，先把那儿的人全部消灭，再把将军府夷平。不信那颜灵玉不说实话。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大胆毛贼，竟敢撞本将军！看剑！劈死你！我要你的棍子，把棍子留下，本将军饶你不死。我砸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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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死你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快走！快！我在干嘛？我在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收手？我们才刚要去踏平临风街，难道你心软了不成？想想颜灵玉，你拼上性命帮他干掉了石火王，他却忌惮你，把你当成强盗一样提防，当傻子一样欺骗你。你以为是过命的兄弟，为了一个女人的三言两语，为了别人的地盘，毫不犹豫的就站在了你的对立面。难道他们就不该受到惩罚吗？想想吧，谁才是对你好的人？想想你的母亲。臭小子，你要变强。什么叫强？就是能承担得起被辜负，在愤怒和怨恨中守得住自己的本心，这才叫强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心中的愤怒在迅速消退？你不打算找领路人了吗？你不救你的母亲了？别总拿我老妈说事，我听都听烦了。怎么找领路人是我的事，你的方法我不喜欢，退下吧。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？你可知我是谁？都大几千岁的老鬼了，还总拿当年说事，不嫌丢人吗？曹彦兵，搞清楚，你既自称是我的一部分，又让我知道了你的存在，那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你之前不是说，一旦我心平气和，你便会消失吗？现在我平静的不得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别自信的太早。不滚是吧？那叫声主人来听听。我会再回来的。这不能炸街，也不能要挟，难道要我挨家挨户的去问呢？这些普通族人对严风渣知道的还没我多呢。
严天月，他不是已经疯了吗？北洛，你等等，曹元兵也是一时脑热，他实际上不会做出那些事情的。别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北洛，北洛，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凌风街，能不能再等等？在加入你们的时候，我已经预想到了失败的各种情况，包括找不到领路人。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散伙。夏玲，如果你想留下来帮他，我不拦你，但你休想让我也留下来。北洛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如果我说完你还要走的话，我绝不拦你。好，你说，但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追你，而不去管他吗？因为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凌风街的事儿，我不需要去管他。你还真是相信他？我确实相信他。我承认，他有一点点爱冲动，脑子一热，可能什么离谱的话都会说出来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无辜的人。北洛，一个人说出口的话可能是假的，而他做过的事，绝不会骗人。就算曹元斌像你说的那样不会乱来，恐怕我们这次也去不了鼓楼了。你也相信严风渣真的死了？当年严若甫从他母亲那里得知严风渣的死讯，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必然是有证据的。而且你想，吃货王当时以屠街作为要挟，严灵玉如此看重凌风街，却宁愿让自己的女儿冒充领路人，也不交出严风渣。可见，这个严风渣可能真的已经不在了。你说的是很有道理，但我总感觉哪里好像不太对。夏玲，有时候人的直觉不一定准，而且，那么一个大活人，没那么容易藏。夏玲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听错了吧。夏姑娘，严将军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兄长服了李轩辕的丹药之后有所好转，他现在醒过来，能认出我了。你是说天月兄没事了？嗯，兄长得知你过来了，特别高兴，嚷嚷着要见你呢。我这才匆匆忙忙的赶过来找你们。他连北洛也能想起来了？对呀，这说明夏姑娘你的守护元神很厉害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。走。将军，将军，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这不用看了。是。难不成严天月疯癫有假？
岳将军既然已经想起了北洛，那是不是也想起以前的事儿了？我知道夏姑娘是想打听领路人的事情，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兄长，你可以亲自问他。希望兄长的答案能够消除你们的疑虑，也能够化解之前我们的不愉快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次兄长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，真的多亏了夏姑娘你的帮忙。如果之前有什么地方我怠慢了，还请夏姑娘海涵。涵哪里？您言重了。走吧。请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兄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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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死了。是你干的。天岳将军既然已经想起了北洛，那是不是也想起以前的事儿了？我知道夏姑娘是想打听领路人的事情，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兄长，你可以亲自问他。希望兄长的答案能够消除你们的疑虑，也能够化解之前我们的不愉快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次兄长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，真的多亏了夏姑娘你的帮忙。如果之前有什么地方我怠慢了，还请夏姑娘海涵。涵哪里？您言重了。走吧。请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兄长，这不是我做的。兄长，兄长，兄长，你醒醒！死了。是你干的。你们别误会，这不是我干的。我兄长明明死在你的脚下，不是你做的，是谁做的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。曹彦兵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欺骗了你，对我怀恨在心。我理解你血母心切，可是你有什么冲着我来啊？你为什么要对我无辜的兄长痛下杀手？我杀他干嘛？我有一肚子话想问他呢。是他想杀了我。我兄长他根本不认识你，为什么会杀你？可是事实就是，我进房间去找他，他突然就冲出来袭击我。所以你就要杀了他，只是因为他袭击你吗？我哥是个病人啊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还手，我一直在躲。你一只手就可以毁掉一座城池，你没有竭尽全力的进攻我兄长，就算你大发慈悲了是吗？连丽玉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好声好气跟你解释，你就一口咬定我是凶手，字字诛心，到底是何居心啊？我是何居心？请问你是何居心啊？我兄长死在你的手上，你现在还反过来质疑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就是因为你比我强，比我有力量吗？兄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为什么要带这些陌生人来找你？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天道不公啊，太不公平了！夏玲，兄长，北洛，你们别听他说，这真不是我做的。凌玉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得了吧你！要不是你把这个魔鬼带了过来，我兄长怎么会死？颜凌玉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怎么，你杀了我兄长还不够，现在你还想杀了我是吗？行啊，你想下手，那你就动手吧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凶残、冷酷、无情，总会遭到天谴的。北洛，你给我让开！曹彦兵，收手吧，不要一错再错。
一错再错。你也觉得是我杀了严天月？你认为我现在还得杀这个女人是吗？我想相信你，但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从我进门那一刻，就看到天月兄躺在你的脚下，而你手里拿着十殿阎罗。好逻辑，我拿着十殿阎罗，人就代表是我杀的。飞罗师门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疯子，我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难怪会炸了雨林街呀，是吗？曹彦兵，我很感谢你当初救我，可是别说了，我不想发火，至少现在不想。让开！我警告过你，若你敢伤这里一人性命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激怒我的后果，你担不起。曹彦兵，我这是在救你。我让你让开！老鬼，没想到忍来忍去，还是让你给钻了空子。是啊，小子，连我都没想到，我们竟然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也是，谁遇到这种情况，要是还能心平气和，岂不成了圣人？做圣人有什么意思？承认吧，你早就该听我的。曹彦兵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和我的魔形。什么？他就在这儿。我之前那几次突然性情大变，其实是拜他所赐。所以，我让你不要激怒我。这不是警告，是忠告。我才是在救你。石灵明，这是你逼我的，许褚。你们都别打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主公有何吩咐？飞罗，朋友之间有误会，还是谈谈的好。石灵明，他被魔形控制，已经不是曹彦兵了。被你看出来了，曹彦兵那个大傻子，只会阻拦我，不让我炸了临风街，实在是优柔寡断，不成气候啊！石灵明，听到了吗？还不动手！将军，俺虽不情愿，却也不会手下留情。各为其主。得罪了。我都说了，
二位将军，请冷静一下。李学远，让开，以免误伤了你。曹彦斌，既然你承认先前拒绝我是在犯傻，那就趁现在唤出我的力量，我立刻就让这猴子再也不能蹦跶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曹彦斌，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你以为这样我就无计可施了？别忘了，你的守护元神正在战斗。混蛋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你的守护元神也是你的一部分，而武将上了战场，没有不想赢的。不对，曹彦斌没有被魔形控制，北洛快住手！许褚，回来！史立明，回来！李轩辕。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顺从我吧。怒火靠压抑无法平息，忍耐也只会让你更加痛苦。但凡你的内心不是真正的平静，你越是压抑，越是忍耐，你所耗费的力量就越大，你就会失去对意志的掌控，让它被我主宰。没有人在意真相，也没有人在意真正的你。连你的同伴都认为你是魔鬼，要将你除掉，你还在忍耐什么？又在为谁而忍耐？放出你的怒火吧，让他们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光你眼前的一切！凌雨，对不起，曹彦兵是我带来凌风街的，他做出这样的错事，我难辞其咎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不用说了，维洛大哥，我在这儿静了一宿，我已经想通了。
你对兄长情真意切，一片赤诚。出了事情之后，你并没有一味的包庇和袒护曹彦兵，没有任何不妥之处。昨晚是因为我悲伤过度，口无遮拦，还希望你别太介意了。你不怪我，但我却无法不怪自己。凌雨，我想去为天月兄守灵，还请你允许。那恐怕不行。你还在怪我吗？不是的，我说不行，只是因为这是我们踏风族的习俗。死者过世第1晚，生人是不便打扰的。哦，既然你们有这样的习俗，我也不勉强。那我就去天月兄生前最爱的地方看看，就当是另一种祭奠。我替兄长谢谢你。将军，灵堂已经设好，尸体棺柩也安置妥当。很好，昨天晚上你做的让我很满意。谢将军夸奖，保护林凤阶，属下责无旁贷。这些年把你关在这儿，实属不得已之举。本该早就给你一个痛快，可是却没有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解脱吧。现在，你得派人守好将军府，切记，不得让任何人靠近灵堂。属下明白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梅长老醒了，派人传话说有重要的事要见您。重要的事？弟兄们，都打起点精神！这该死的曹彦兵杀了天月将军，绝地3锤要把他抓到。我们分头行动。好，你去那边，后面人跟我走。来。曹彦兵，他是群英殿的通缉犯。你看看上面写的，他杀了羽林街的镇魂将，炸了整条街，是个十足的魔头啊！造孽！这样的人怎么来了灵凤街呢？我明明已经把通缉令带回来了，可偏偏被石火王抓住，又昏迷了这几日。神不佑我灵凤街呀！恰恰相反，神正在庇护着我们。这通缉令来的正是时候。曹彦兵他杀了兄长，却一直逍遥法外，这始终就是个隐患。如果我们让群英殿的人找到并抓住他，也算是为我兄长报了仇。灵玉啊！人死不能复生，天月的事，你不要难过，也不要自责。说来说去，都是领路人惹的祸事。但我比谁都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能交出风札？没错，无论是谁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带走风札。我们踏风族的未来，全部都寄托在风札身上。而我已经苦苦撑了5年的时间，现在眼看着风札就要变强了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不可能让任何人来破坏这一切。放心吧，风札的下落，除了你我，整条街再没人知道，没人能将它带走。我这都找了1宿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？闭嘴！
听军令行事。可我今天本该放假的，我都10天没休了。混账！你知道昨天晚上死的是谁吗？他是上一任的镇魂将严天岳将军。天岳将军为咱们凌风街鞠躬尽瘁，你毛还没长全呢，你凭什么埋怨？啊！我年纪还小，这不是对天岳将军不熟吗？闭嘴！仔细盯着，发现穿红色连衣的男子，立即通报，一定要替天岳将军报仇，知道吗？那人就是杀死将军的凶手。那他什么来头啊？为什么要杀天岳将军啊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谢谢你，夏玲。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啊，我挺舒服的。你呢？我什么我呀？我是说你。我昨天晚上找到你的时候，你突然就晕倒了，而且浑身都冒着黑气，吓死我了。夏玲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我身体魔气嘛，你告诉过我的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你根本没有被魔性操控，正相反，你一直试图不被它控制。你怎么知道？很明显的好吧？你以为你撒的谎很高明吗？实际上超蠢。突然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确实非常蠢，可就这样的蠢话，却还有人信以为真。曹元兵，不是我要为北洛说话，但昨天的情况，确实看起来像是你把严天岳将军杀了。可事实却是，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跟严天岳模样很像的人，我便跟着他去了他的住处，本想跟他问问严凤扎的事，可我一进门他就开始攻击我，整个人狂躁的要命，双眼发蓝，出手那叫一个狠辣，拳脚生猛的也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病人。我不打病人，咱们有话好说。严将军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严将军，对不住了。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动手，我就放你起来。
你说他双眼发蓝？对呀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到灵凤街那天，巫术机关掉入陷阱，颜若甫为了应战，当众喝下赤玉，而他的眼睛，他眼睛也是蓝色。没错，他的眼睛就是发出淡淡的蓝色。照这样看来，颜将军的死就是跟赤玉有关。可是也不对呀，这么多人都喝下了赤玉，不也都没什么事吗？看来不是这个原因。可这件事情仔细想想，确实又透露着诡异。您不觉得这也太巧了吗？这偏偏我能在街上遇到严天月，这偏偏严天月墙角刚倒下，后脚严凌云就领着你们进来，卡点送餐的没那么准呢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不知道我们要从何查起啊？你不知道不要紧，严天月知道就行。死人往往最诚实。也是。秦营殿听事殿，何接何人？禀报何事？灵峰街镇魂将严灵玉向上禀报，通缉犯曹彦兵出现在我们灵峰街。消息可准确？千真万确。本将群英殿李孤城特来传达首领命令。严将军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请务必将曹彦兵稳住。我们尽快赶到，捉拿曹彦兵。遵命。哎，你们先走，我去解个手去。说，天月将军的灵柩在哪？在将军府专设的灵堂。好吃吗？爹，上次的我不喜欢，但这次的特别好吃，我喜欢。好吃就多吃一些。这次啊，爹特意命人在馅儿里加了蜂蜜，慢慢吃，这还有这么多呢。谢谢爹。
风哲，你恨不恨爹啊？我为什么要恨爹呢？爹会给我带好吃的，会给我做玩具，还会给我讲好多镇魂街的故事，还会教我练功。可是爹把你锁在这儿，你哪儿也去不了啊。那是因为爹是灵凤街的镇魂将，爹要保护灵凤街。我是爹的儿子，我也想保护灵凤街，所以我才愿意被锁在这儿。而且，爹，你说过，只要我努力变强，总有一天我会出去的。好孩子，等你长大了，能控制飞莲了，你想去哪儿，爹就带你去哪儿。镇魂街也好，人界也好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确定严天宇的尸体在这个里面？哎呀，你刚刚不是听熊老的士兵说了吗？灵柩艇在将军府，是可是没错了。哎，都守了1天了，依我看，这曹彦兵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和他一起来的北洛师门说了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曹彦兵领路人还没到手，肯定还会回来。这不，满大街的巡逻都是北洛师门派出去的。也算他做了件人事儿。之前我还担心他会向着曹彦兵，找咱们灵峰街的麻烦呢。嗨，放心，我听说他跟咱们将军保证了，会对灵峰街负责到底。毕竟他和咱们天越将军是老相识，拼交情也得分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那个你别太往心里去。北洛他北洛，什么人？没听过，不认识。对，今天不认识，咱们改天好好认识一下。咱俩先把正事干了，一会儿看我的。你有办法？你要翻墙，我又不用。走了。站住！干嘛的？哎，你不是那个跟曹彦兵一伙的？你别提曹彦兵，我因为担心他追了出去，没想到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大魔王，他打算把我杀了。还好在关键时刻，我的守护元神出现了，把我救了回来。可我的守护元神，他。姑娘，你别哭啊！守护元神没了，总比命丢了强啊！是啊，你就留在我们灵峰街，我们保护你。哎，对，谢谢你们。你别哭啊，姑娘。姑娘。我真的很感谢你们，我现在就是只想等到北洛，我想要跟他道个别，跟他说，鼓楼我不去了。你要找他呀？可他不在这儿。他不在这儿，那他在哪儿啊？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那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进去里面等他，他肯定是要回来的，对吧？
可以是可以，但你只能在院子里等，不能乱跑，尤其是后院灵堂。啊！我肯定乖乖的不乱跑。那你进去吧。谢谢您了。就是这儿。听欲望的心中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解开的诺言，为新鲜，为耀眼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那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也想着燃烧远，感动成一愿。